看你来了。李汉，随我回衙门去。我不跟你回去，不去。我不跟你们回去。勿要伤到性命！我不跟你去衙门。我绝对不会跟你们回去的。我就一直。你为何取他性命？银莲，我为你报仇了。等一等，等！元福，怎么了？听说啊，那疯子李汉被滕公杀了。是啊，延年夫人的仇啊，终于报。哎呀，可惜滕公也不打算留下了。我看见他们家正在收拾东西，准备离开蓬莱。民妇来了。曹娘子在吗？啊，她正在沐浴呢。啊，民妇，曹娘子嘱咐过了，民妇来了，无论何时何事，但入无妨。请。民府，是你吗？是我。还在为案件发愁啊？案子破了。恭喜民府。案子都已经破了，
怎么明府脸上未见一丝喜色？明府，发丝被截去了一截。狄仁杰，狄仁杰，哎，哎，红叔，狄仁杰呢？别老狄仁杰的，叫明府。你这手里拿的什么？木强送来的木头，说是狄明府订购的，他们找了好久呢。红杉木。明府，哎，明府，明府来了，您稍后，我这就去请家主出来。回英来了，来了，是你助我大仇得报，多谢。你应该也听说了吧？我很快就要离开蓬莱。离开之后，去哪里？无非是山林乡野。我除了写诗，一无所长。既然苍天留我残生，除了以诗寄情，怀念一联。这七品是何人所画？一个无名画师，不记得了。如此，怀英不打扰了。明府公务在身，恕不远送。
明府，人形沙袋，欠练。你这后背啊，从军的时候啊，犯了军规，鞭刑罚的。明府啊，这画若是无用，明日我便还给画铺掌柜的了。啊，慢着，慢着啊，多谢啊。怀英啊，怀英，来，我让你看看东西。你看，这是，你记得案发现场满地的花土吗？这些土就是从你的脚底发现的。我觉得这个石粉和花土是不能融为一体，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，查到什么？李曼子，你应该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吧？我当然知道。乔太，备马，我要去请腾公。在他离开蓬莱之前，我想请他和银莲夫人再见上最后一面。银莲夫人在验尸房躺着呢。我就是要请他来一趟验尸房。狄仁杰，外面有人找你，一个女的。明府，明府，真是辛苦娘子了。一会儿到家久等。明府，那日未能唱完曲儿，明府便睡了。先将腾公诗集奉上，待日后一一唱给明府听。唱什么啊？什么日后？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娘子有心了。狄仁杰，他到底谁啊？我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过？备马，是去请腾公。不许去！我去。腾公可曾觉得夫人看起来有些奇怪呢？他额前的头发被剪短了。这是谁？是谁？不是我。我知道。明府，腾公，明日一早我会登门送行。
马荣，不许出半点差池。华英跟你说什么？哎，华英啊，我是华英啊，叔，你瞒着我，什么事儿你还瞒着我啊？怀英，怀英，你若再不出现，我就见不到我了。不会的，今日你一定能够见得到我。齐平呢，也一并带走吗？那部香之物带走有何用？临走前一把火烧了就好。那齐平是滕公与银莲夫人爱情的重演，烧了的，不是把滕公与银莲夫人的爱情也一并烧掉了吗？你这些话有些刺耳。我与亡妻的感情，天地可见。岂是一把火就能够烧掉的？别着急，容我将齐平恢复原样，全当是送作滕公的离别赠礼吧。这上面的切掉了啊！这能划掉了！快走！这里面还有一汤，这怎么回事？那杀妻图，便是由特殊颜料绘制，一遇热水便会显现。我将那特殊颜料刮去，原来的画面便会显露出来。那日，你将一碗热汤药泼于其上，便制造出了一幅触目惊心的杀妻图。那日我疯癫之症发作，举止失控，不记得了。当真是犯了疯癫之症吗？不然呢？难道你要说我是故意将汤药洒在漆瓶上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先让漆瓶变化，再外传鬼祟邪说，让疯癫之症发作，迷失心智，杀害银莲。滕公，这便是你的计划，杀害银莲夫人，得偿所愿。因疯癫之症杀人，大唐律令、民心、民意，便都站到了你这一边。银莲是李翰所害，这是你冥府断的案。我是说过，找到李翰便会真相大白，我可没要你杀人灭口。若真是那李翰因报仇杀人，又何须大费周章让七平变化？我为何要杀银莲？我曾问过你，这七平是何人所做？无名画师而已，何必再问？非是画师无名，而是你不想告知我画师的名姓啊！图上画的可是银莲夫人。徐凯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这里有点乱。没事，挺好的。屏风画好了啊，快好了。这是金榜题名。
这画的好像是个故事。这个是我们的故事。这屏风有名字吗？就叫四七屏吧。那七屏中的女子也是她，只是这男子可不是你，而是画师徐凯。照你这么说，与银莲厮守半生的该是这个徐凯，然呢？你杀了他！七刀，银莲府身中也是七刀，巧合吗？不然。只是我一直也没有参透，直到我在青楼包房外的墙壁上发现了你用指甲刻下的7道划痕。你跟踪徐凯和银莲夫人私会，一共7次了，1次1刀。好好看看我的指甲，有什么抓痕？没有。指甲已经又长出来了，可那日我在为你诊脉之时，确实看见了指甲的磨损。只可惜那个时候，我没有怀疑你说。你住口！没有证据就不要妄言。狄仁杰，你构陷我唐凯无妨，若要污蔑银莲与他人通奸，我定不饶你。我一直百思不得解，我不明白。一个男人如何能够忍受如此屈辱？直到我在银莲夫人的房中，发现了你的诗作。旧山虽在不关身，且向长安过暮春。一树梨花一溪月，不知今夜属何人？你说你在为夫人修改诗作。旧山虽有不关身，且向长安见暮春。你把你的印记强加在了夫人的诗作上，企图占为己有。只可惜你耗尽了心思，却越改越不如原作了。狄仁杰，你个明经科出身的末流读书人，也配评价我的诗作？狄某确实没有诗才，可也不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。有人曾对我说过，男情女爱不过是相聚时浓，相思时烈，离别生愁绪，痴情生猜疑，多情惹记恨。这些情愫，在滕公的诗中淋漓尽致，其媚然缠绵，比之女子还要入木3分。可现在想来，不是滕公心思比女子细腻，而是这些诗作本就是女人所写。若非如此，滕公怎么会明知道旧情人与银莲夫人私会，却还能强自忍耐？只因你比其他人都更需要银莲夫人的诗稿。徐凯，就叫四七屏吧。这画的好像是个故事。是我们的故事。狄仁杰，你给我滚出去！还记得你说过，那马鞭自军中之后便再未用过。这马鞭是我当年所用，去之后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，也算是纪念我数年戎马。那鞭梢上的新鲜血迹，又作何解释？敢把你的后背亮出来给大家看看吧。指甲可以再长，鞭痕
却是留下就留下了。你每日以马鞭自吃，想要降服心魔，可终究你还是忍不了了。你先杀徐凯，然后再假以疯癫之症杀害林莲。你说我的疯癫之症是装的？在你的书房之中，我们发现了比曼子。比曼子，少量服用可使人呈现疯癫症之状。为了杀害银莲，你不惜一连服用10余日，坐实了你的疯癫之症。我若真要杀妻，何须如此？一开始，你确实不想手染鲜血，所以你行贿私事，赎出了李翰。你的话越发不着边际了。我唐侃在蓬莱无人不识，若是去采石场赎人，那司事定能认出我来。你把司事叫来，我与他当面对质。我什么时候提过采石场？对呀，这是没说过。你怎么知道那李翰在采石场服役？此事不难推断。你把司事叫过来，我与他当面对质就好。不必对质了。去采石场赎人的确实不是你，而是赖二娘子，银莲夫人的阿姊。她为何要这么做？这事你应该问他，不该来问我。个中缘由你清清楚楚。银莲夫人每以回府探望二娘子的名头外出，此事管家可以作证。夫人与二娘子一直有来往吗？这倒没有。听说姐妹二人从前积怨颇深啊，也是近段时间才再有来往的。你若早知二人交恶，那么银莲夫人便是在撒谎了。你明知道赖二娘子深爱徐凯，而徐凯麻风病愈后又与银莲再续前缘，你利用了其恨心起，让他赎出李翰。若不是李翰这只拦路虎，你就成功了。他知道你杀了徐凯之后，必生杀妻之意，只能一次次的潜入府中，意图保护银莲。你知道他不敢报官，便顺理成章的利用他，成功的转移了我的注意力。你是个薄情寡义之人，自然想不到李翰因银莲而蒙冤入狱，却至死深爱银莲。这断发便是凭证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万万不可能生出杀心。好一段爱恨纠葛的故事，感人肺腑啊！狄仁杰，你言之凿凿，是有将我治罪的证据了吗？我没有证据。李翰和徐凯皆已身亡。只凭着在你府中找到的比曼子，不足以给你定罪。狄明府，我腾侃在诗坛的盛名，岂是你几句风言风语就能动摇分毫的？你如此构陷于我，现在你该考虑考虑你的后果了。想你也曾是凭借真才实学叱咤诗坛，怎会沦落至此？接连3人因你丧命，你心何安？一派胡言！来人，给我进去看！啊！太！变成石头！石稿呢？我的石稿呢？在这儿呢。其他石稿了？我其他石稿了？在去往长安的路上，是我吩咐马荣入得府来，将他们都替换了。
这些诗稿都是银莲夫人的笔体，是你还未来得及誊抄之作。你每日假装悼念，将自己锁在夫人房中，其实是在翻找遗作。我治不了你的杀人之罪，可你用银莲的诗作金鸡夺魁、欺君之罪，你照样难逃一死。成公，我今日不抓你，你走吧。可是你要记着，今日之后，你的一切虚名就是个笑话。我在蓬莱长事已久，多有违背律令的地方。狄仁杰打算怎么处置我？他说：“你输了，以后蓬莱县，你管得的，他来管；你管不得的，也由他来管。”这雨终于停了，可不是吗？红杉木做的。小时候在长安，有一户人家，千里迢迢从剑南道运了一棵，种在自家院子里。
又高又绿，隔老远就能看到。天地入长夜，生死两茫茫。第一次做，要是不趁手，我再改。做得很好，不必改了。谢过冥府。王兄，怎么在这儿碰我啊？风雨太大了，这点风浪算什么？当年老子远征辽东，比小山沟的大浪都见过，你小子不会有诈吧？放心，这条好业我王立德跑了10几趟了，相信许了万年船。其他的兄弟呢？我让他们回去休息了。行啊，我去瞧瞧。내가 들어가 숨어 있으라 말했잖아. 배가 아파서 그래서. 내가. 내가 이 배는 정말 무섭다고 말하지 않았나? 선원들이 모두 칼을 차고 있는 걸 보면 분명 그 도적들이네. 아니 알겠는데. 만에 하나 이 선원들이 내가 자네를 다니고 이 배에 탄 걸 알게 된다면 분명 자네 모가지를 베어버릴 걸세. 아 버리자. 알겠어. 자, 이걸로 해결하시고, 어? 이걸 해결하시게.兄弟，醒醒！兄弟，王立德，那香烟本比大风势。意思是，
嗯，我忘，这是孝敬刘中士。白凯，你们顾传主准备了不少好东西啊。刘中使远道从京城来替金上采办，听说他还是皇后的亲信，咱得招呼好了。是。但是你们平时对本官吝啬的很嘛，拿一些毛皮人参就把我给打发了。意思是说笑了，你是掌管码头的市舶使，顾船主家的哪船货物进港敢忘记打点？你意思是啊？再者，我还听闻刘中使此次来意不善，咱把他伺候好了，以后大家才有钱赚，是不是？也是，也是。怀英，关师，京城一别有1年多了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，在悲欢亭外为你送行，亭外一片落花，真是令人惆怅。那个时候我便在想，何时何月何年何地才能与你重逢啊？我在这海屿边地不是也挺好的吗？你瘦了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皇后当朝，很多官员不是被降职就是被废除，我也不例外。不听。说刑部有人陪着刘中使来蓬莱，我当时就想，这要是你该多好，居然是我。本来想的，陪刘中使赴完晚宴再来找你，怎么在这里就碰到你了？我是来这儿堵一个叫顾梦斌的船东，因为一个小案子，我传唤了他3日，他都避而不见。顾梦斌，这么巧，今天晚上做东的就是他。顾船主到。大兄，你看那边，这顾家的阵仗也太大了。他是蓬莱最大的船主，这港口进进出出上百条船都是他的，他的船能开到倭国跟百济国呢。你们几个进去收拾一下，快！下说。意思是，哎，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拿走了？意思是，今天晚上在刘中使面前，绝对不能提黄金，尤其不能提百济金几个字。他们往帐篷里运什么呢？看不见呀。肯定是什么宝贝。小民冒昧得知，中使入宫侍候金上和皇后之前是在海边长大的，便斗胆将这宴席设在此处，愿中使开怀一醉。
听说顾传主心思缜密，看来本官的底细早已被你摸得一清二楚啊。小民不敢。中使，下官在市舶使，主管海外进来的货物。不知刘中使此次来，要采购点什么？那要看蓬莱有什么了。啊，都是些微薄之物，恐怕入不了金上和皇后的眼。下官请刘中使先过目。我是个粗人，平生呢只好2样物事：一呢是听个曲儿，二是黄金。中使说笑了，蓬莱不产此物啊。但是歌妓顾传主已经为您准备好，就在外面，就在外面。啊，顾传主啊，还给您准备了一些薄礼，希望中使笑纳。慢点！等等，什么人啊？不长眼啊！狄明府不认得。小的有眼无珠，请明府恕罪。明府，之前就是这个叫白凯的牙人，我找顾传主，他从中百般阻挠。哎，一定是误会，小的怎敢？都站好了啊！别急了，别急了。乔娘子，狄明府，并刘中使，蓬莱县令狄仁杰求见。这是市舶使给刘中使的接风宴，让他来作何？听说这狄仁杰和侯府郎是旧相识啊。回中使，在下与狄仁杰确实有同窗之谊。我还听说，连皇后都对他颇为赏识啊。是，不过在下看来，他生性好动，在京城赠贤不闻暗读，奉皇后之命，在蓬莱施展权巧。请狄明府。是。有请狄明府。慢点跑！下官狄仁杰见过刘中使。侯府郎，意思是？市舶使是五品官，比7品县令高啊。坐。听说狄明府生性好动，这黑夜前来，不是为了蹭口酒吧？刘中使自京城来，下官有事远迎，以示失礼。哎，不要说这些客套话，我是个粗人。想必狄明府是为了公事而来吧？侯府郎把你捧上了天，我倒是好奇了。哎，没见过县令断案，如果你有公事，就在这里办，让本官看看。下官从命。刘中使，咱们还是先听个曲儿。祭乐入。有劳曹娘子。
此画中人叫王立德，据说是顾传主手下的一个衙人，负责转运海外货物。狄明府，我早就跟你派来的人说过，我手下没这个衙人。哎，娘子，给刘中使弹一曲。娘子怀里这面鼓倒是很特别嘛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。在下乔泰，请问娘子怎么称呼啊？我叫玉素。听口音， 저는 백제국 사람이에요. 哦，差爷莫管闲事。我跟玉素娘子说话，与你何干？不巧，今晚这里的歌妓我们全包了。有钱了不起啊！我干。你跟班的了不起啊！你给我等着！数日前，衙门公差接到举报，说有间租铺逾期没有交租。经查，便是此画中人于数月前出海，原定上月返回，却迟迟未归。于是，本官便差人去找顾船主核实。拖欠租金，区区几个小钱，哎，何必要惊动顾大船主啊？中士所言极是，只是查出的货物非同小可，是墨刀。拖欠租金，区区几个小钱，哎，何必要惊动顾大船主啊？中士所言极是，只是查出的货物非同小可，是墨刀。我大唐军中墨刀，淬火金两，锐不可当，依唐律，不得私藏倒卖。可经屋主证实，8年来有多批货物进出，本官查出的这一批，就有墨刀100把，幅员弩80副。顾船主，我想请问你，一个衙人倒腾这么大笔的武器，可以销往何处呢？既然说王立德出海，狄明府就应该出海捉拿便是，何必跑来扫中使的雅兴？在下已经说过了，从未雇过这么一号衙人。哎，顾船主，狄明府说你雇了那个衙人，哎，证据何在啊？娘子，别听。意思是，根据市舶使的告示，上月出入本港的顾家船只有15艘，码头上有个油灰铺子，依据他们的账簿显示，上月购买油灰的顾家船只有足足20余艘。油灰，防水止漏。正是。这说明顾家的船有明船，也有暗船，这衙人恐怕也是有明有暗。狄明府，码头归我市舶使管，每一条船收1成的税。你说有明有暗，是告我失职喽？狄明府说王立德效力于顾某的船，又说船不在市舶使的告示上，那岂不是成了鬼船？顾船主，如果你手下的衙人贩卖刀弩，那可是谋反。小人冤枉，请周使明鉴。意思是，狄明府说市舶使漏税啊，这非同小可，待下官回去好好查查。
本官初到蓬莱，有些困倦了。我看这件事，不如从长计议吧。中士，此案事关重大，可否请顾传主留下，容我问个清楚？听狄明府的意思是怕本官护佑他二人。不敢。小，你快看。疯子，别动！别动！天家兄弟，干什么？天家兄弟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误会！明府，救命啊！明府，救命啊！住手！明府，手别紧了！狄明府，你的人。二人确实是咸阳公差。那这些是？这些是顾传主。狄仁杰，你突然前来给我下套，要诬陷本官受贿吗？下官绝无此意。旁人退下。狄仁杰，节制。往后抑制。狄仁杰，据查，近日有100骑黄金经蓬莱流入京城，朝中乱臣用其收买人心，扰乱市集，图谋不轨。限你1月查清此案，逾期未破，与私贩黄金者同罪。有艘船，看那边！看那边，船过来了！你看那边，船上好像没人，这是鬼船吧？走过去看看。越来越近了。船上好像没有人啊！真的没人？鬼船！这鬼奇怪呀！这船快掉过来了！送仔细了，这边没有。这个箱子来了。
那给我仔细的找，把那箱子都给我拆开，到底看看里面是什么。刘中使奉旨办案，昨天晚上，摆明了就是想敲顾传主和义思使一笔，转足他俩的好处。你可倒把他的好事给坏了。昨晚真是意外，我疯了。早就跟你说了，小心行事。皇后现在谁也不相信，朝中官吏但凡被怀疑，轻则降职，重则流放。你不能在这失了，这不是你意气风发成本事的时候。知道了。义思使，可查到了什么？刘中使，下官来了，下官来了。回禀刘中使，这条船诡异的很，确实是条鬼船。有这种怪事？船舱查了吗？看了，船舱之前是有水手的，住的用具也都在。伙房里面还有米和面。如果说是遇到了海盗袭击，杀了船员，那肯定是有打斗的痕迹啊。但是刀痕、剑痕都没有。莫非是他们受了惊吓以后，一起跳海了？那船上的货物呢？就是些毛皮、草药，不值几个钱。可知道那些货物是从哪儿运来的？那就难说了。讲。漠河国、百济、新罗、丹罗国、倭国都产这些东西。看这船的样式，分明是我大唐海船。我自幼在海边长大，这骗不了我。回中使，顾某的船队里绝没有这条船。坏了，大唐海船居然无人认领，这船上的水手也离奇失踪，难不成还真是条鬼船呀？啊！来，给你们看样东西。你们看看，这识得吗？这就是2个金子。可有什么区别？一粒是沙金，一粒是百济金。狄明府好眼力。沙金产自河流，都有杂质，便是这一粒。另一粒色泽细腻，若是未经过提纯，必是产自山脉。据说百济有矿脉，其金子状如蚕豆，便是另一粒。刘中使若是怀疑此船跟走私百济金有关，请让本官上船勘验。这查验进港的船只是我师伯使的事情，何时轮到了县衙的人？侯夫郎，你以为呢？不如让他试一试，要是什么都查不出来，也可以挫一挫我这位同窗的锐气。谢刘中使，侯夫郎。皇后叫你查走私，义思是和顾川主明明都知道百济金，却在那装傻充愣，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逞强出头。刘中使是带着密旨来的，这边没有，我能躲得掉吗？这个箱子来了，那边看一看，把这个打开。缺了一个，也许是有人拿着它逃生了。刘伯，
这是干什么用的呀？这种滚木是船上用来移动重物用的。你看，原来也许就挂在那儿，被砍断了之后，砸下来，滚到了那儿。之前就放在这儿，都记下来。明府，他们还带了蘑菇来船上。不是带来的，这蘑菇是长出来的，长成这样，至少30天。熬掉出事的时间，这船大概是在20天前驶来的蓬莱。20出发，那他们的出发国应该不是漠河国，也不是倭国，他们应该去的是丹罗国或百济。向渔民打听过了，百济金。米桶怎么会放在这么一个漏水的地方？这都已经发霉了。帮我。下来，救人。明府，玉素娘子带到了。见过各位官家。免礼。请开始问吧。 성함이 어떻게 되세요? 어디에서 오신 거예요? 저 백제 사람입니다. 백제는 탐락 신화가 해마다 전란이 지수되고 있습니다. 저 셀급을 잘 만들어요. 나라에 와서 장사하고 싶어요. 의리사는 제 직접 형이에요. 그냥 형 따라 배 탔는데 지금 모두 다 칼 들고 있어요. 무서웠었어요. 이것만 만들고. 가는 도중에 방향을 여러 번 바꿨는데 하얀 자기 손을 봤어요. 여기서 다 죽을 거라고 형이 너무 두려웠었어요. 그날 무슨 일이 있었는지 모르겠어요. 좀 갇혀 있었어요. 며칠 동안 갇혀 있었는데. 그런데 이튿날까지 기다렸는데 어찌해도 판자가 안 열리는 것이오. 그래서 내 마구 소리를 질렀는데 아무런 회답조차 없었다고. 等到第2天，他怎么推也推不动板子，拼了命的喊也没有人回他。如果不是被你们救了，他早就饿死了。问他可认得此人？ 이 사람을 아시나요?狄明府，别受这百济人的诓骗。从百济到蓬莱的航道上根本就没有小岛，
单凭这一点，就足以证明这个瘦子在胡说八道。他不是饿疯了，就是在故意骗人。他的话没一句可信。 여기 무신. 他在说什么？ 이상한 무신이 있습니다. 저는 모두 다 있어요. 걔한테 들었어요. 他说，在一个船员的身上见过一个怪异的纹身。他哥哥说，那些船员身上都有。画下来。 여기 보신 거를 그려주실 수 있어요?黑焰又出现了。是。那时你们还小，不知道，这会儿前朝余孽曾经很是嚣张，散落各地，是先帝的一大隐患。后来是哪年来着？啊，贞观14年。 剿灭颇有成效，基本剿绝，剩下的也都灭了。那次剿灭该托谁的福来着？狄明府，你的父亲狄之训功不可没呀。回中使，狄之训当年的案子早就已经平反了。 而且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与黑焰有勾结。狄之训当年是受到威胁，才选择自尽身亡。不过，正如您所言，这销声匿迹多年的黑焰又卷土重来了。狄明府，你觉得这走私百济金的是这伙人吗？你现有证据，尚不足以得此结论。那还不快去查？是。 刘中使是官场中人，说话难免你莫要介怀。前尘往事，不善聊聊，说说无妨。只是没想到黑焰又卷入这大案。贞观14年剿灭过他们，今日一样可以。这次你我协力，一定可以。 那边好像有个人。你怎么样了？孔松迷动。 这都第5顿了，这傻小子被吃坏了。你说了，他又听不懂。反正意思是说了，喂饱他，管那么多干嘛？走。确定他是噎死的。 我一早得到消息就去查验了，从他欧洲的食物当中并没有发现什么毒物。饿极了的人是不能这么暴饮暴食的。谁让他这么吃的？李攀，明府，红叔，海滩上飘来一个人，像是那个鬼船上的船工。死的活的？活的。通报刘中使侯副郎，升堂。禀明府，此人全身腥臭无比，我们给他冲洗过了。
下去吧。是。당신 혹시 백제 사람이세요? 官家，替小儿伸冤。你到底是百济人，还是我大唐的子民？小的是百济人，名叫姬撒，祖上世代和大唐做买卖，所以会说大唐的话。既如此，说说你们的船。是那个姓王的，压船牙人，杀了所有的水手。你可认得此人？认的就是他，王立德，王立德。我看见他杀人了，我就跑，他追我到甲板上，我万般无奈之下，所以才跳船的。跳海的时候你拿的什么？一块木板。不是葫芦吗？不对，是一块木板。我就这样趴在木板上，幸好随身携带了钓钩，我每天就钓鱼，才活了下来。在海上漂了10日，匪夷所思啊！你说王立德杀人，那他为了什么？小的不敢说。为何不敢？小的怕被砍头。大胆说！刘仲史在此，定替你伸冤。那小的就说了，有一日，小的在后甲板，听见王立德跟别人密谋，说这条船私运了一大批黄金，有1大箱。王立德还说，这批黄金跟庞来的很多大人物有关系，其中一个就是。说，其中一个就是姓顾的船主，船就是他的。胡扯！这是诬陷！姓易的官家，血口喷人你！县令也收了他们的好处，好像叫姓狄。我就是那个姓狄的县令。我问你，船员可是黑雁的人？什么黑雁啊？我们就是普通的水手，为了养家糊口，被王立德招募来的。那不对呀，有人说在你们身上看见了黑雁。哪儿呢？官家要是不信，扒了我的衣服看。来，我给你们脱了看。成何体统？李唐，这个案子由本官接管。官家，官家，官家！
燕大哥，你认识我？上次在树林。你等等我们呀！小娘子，给脸不要脸啊！是你。你有酒吗？有。你会弹滨州小调吗？未曾学过。那随便弹个什么？接着唱。我是不是也不应该说那2个字？你再去学学滨州小调吧。不要跟我说这种话！你给我出去！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你！滚！我还会再回来的。红叔，那个人是谁啊？他是一个家主不喜欢的人。你阿爷是黑夜，你阿爷是叛党。你再说一次试试！我说你怎么了？难道不是吗？再说我阿爷一次试试！我睡着了。也就半炷香的时间。实在是抱歉。能为民府分忧，荣幸之至。你的曲子总是能让我心绪沉静，思路也为之而清晰了。如此甚好。这次的案子不好破。最近朝廷命官聚于此，总能听到集市上快马传令而过，就算足不出户，也能感受到暗流汹涌。想必冥府是为了此事而心烦吧？好喝。市井传闻说，此事是由一个叫黑燕的团伙。每次娘子弹琴，我就会很愉快。我还有事，告辞。冥府保重。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刚才打听到，看船的士卒说，这是船上闹鬼。闹鬼？我请你来陪我一起捉鬼。怀英，你莫说笑。
刘忠使对金桑用了刑，可这泼皮一口咬定，从市舶使到县衙都与黄金案有关。收我也，你信吗？还有，金桑跟瘦子的口供一致，都提到了那个岛，但是顾孟斌却说，蓬莱海域就没有他们口中的这个岛。冥府，快回吧，这船上闹鬼。是呀，冥府，是真的闹鬼。请。关谁？这是千金本，远航时测量星辰用的。这我知晓，要靠此物确定航路。忠使，这是他们在海上走私黄金用的航海图，起点是百济国，终点是蓬莱。你们来看，此处有一小岛。瘦子和金桑口供一致，这处小岛或许便是关键。你是说，黄金藏在这岛上？当务之急，便是尽快过去查看。事不宜迟，金桑虽然满嘴污秽，污蔑了狄明府，但蓬莱一定有人牵扯在黄金案当中。如果风声走漏了，恐怕别人会先行一步。忠使，市舶使派出2条战船为您护航，我会半年左右不是忠使。押上船。是。走。我要走了。小云却想要飞得更高，就要去更远的地方。出去走走吧。困在这个笼中，终究是只能供人玩耍。早安，小娘子。咱们有缘再见。你在找人吗？怎么是你？刘忠使要出海，他想让你上船唱曲，
这趟出海或许有风险，千万记住，不要上船。怎么讲？黑夜，找个由头，不要上船，不要上船。多谢民府提醒。怎么样？红的。这就对了。还记得海图上说的吗？离蓬莱50里，下沉10丈，便得海泥发红。这么看来，我们驶在王立德的航道上。再过1日，便是海岛。班长，兵符，外面危险，先进屋吧。玉素娘子，怎么了？玉素娘子，你没事吧？玉素娘子。阿荣，快来帮忙！刘中使有请2位娘子上楼献曲儿一首。你希望我是官还是匪？我说是，李涵他跑了。他一个身负刑具的逃犯，能跑得出你这戒备森严的采石场？杀了他！我放他！你为何这么做？有人用钱赎他出去。谁？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一身长衣，头戴斗笠，黑纱照片，全程一言不发，只是拿钱，然后在名册上点了李涵的名字。我做的可是掉脑袋的勾当，不问对方底细，我有好处，自然不会深究啊。你还是个惯犯。不，我是一时糊涂。什么时候走的？10日之前。不过他真的一直患有麻风病，此事绝非虚言。就算我不放过他，没有几日他也会死的。交代。你好自为之吧，事后会有人来处置你的。兵符，你之前说过，李翰是因银莲的记恨而入刑，而李翰被放又在无名石发现之前。如果这个无名石真是徐凯，而且2个案件又有相似之处，
那这个李汉因为记恨而杀人的动机就能坐实了。那保他出来的这个人，可能就是他的帮凶啊。最近长进不少啊。根据书画铺留下的粉末看来，告诉我们无名尸身份也是李汉。现在想来，银莲当时是出于恐惧，因为他当时就认出那个人就是李汉。回城之后去找一个乞丐，长发遮面，后不挡脸，因为麻风病而有残疾，形容特殊。既然形容特殊，就应该不难找。我是时候去见识一下银莲夫人的真容了。真容？马荣新认识这位霸宗大哥，好大的威风啊！曹娘子，狄明府来了。知道了。明府，让您久等了。不要紧。明府想必还未休息过吧？心绪烦乱，是难入睡。是为银莲夫人遇害一案吗？是。这个案子离奇复杂，这其中的男女情感纠葛，我到现在也没能够理清头绪，实在不知该如何下手。原来明府不是来听曲儿的，难道是有求于我？我想你贯经风月之事见得多了，跟你聊聊，许能解我心中疑惑。这男女情爱，无非就是相聚时浓，相思时烈，离别生愁绪，痴情生猜疑，多情生记恨。其实这些情感，在滕公的诗句里写得淋漓尽致，其柔媚缠绵，可比寻常女子的心思更要入木三分。这我还真没品出来。不如我为明府弹上几段吧。如此，有劳了。你在这干嘛呢？等狄仁杰啊！你能不能别老狄仁杰的，叫明府。咱现在身份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得懂规矩。阿兄，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跟洪叔越来越像了？你上年纪了你。就你这野印啊，看谁敢要你。行，狄明府，我等狄明府，行了吧？那你别等了，一早就出去了。出去了？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那你跟我这儿瞎套什么近乎？你干嘛去？洪叔，少管我！我能不管你吗？你过来。过一次见见他们吧，真是让人担忧啊！都怎么样了？让我们见一面吧。
狄老爷吗？明府，来，随我来。明府，各位，今日我也决定走了，各位请回吧。哎呀，明府啊，您到的正是时候啊！其实家主已经将自己关在夫人房中整整1天了，又水米未进，我等正在犯愁。啊，是。本宫与夫人并不同房。啊，您有所不知，其实家主在作诗之时呢，往往是不分昼夜，恐怕会影响夫人的正常休息，所以一直分房而居。哦，就在这里。家主，明府来了。家主，明府来了。我等等。这，我在这里思念亡妻，不愿被人打扰，明府久等了，怠慢无愧。这里没有外人，还是叫我淮阴吧。这是夫人的手笔，一浓一牵，正柔其人。旧山虽在，不关身，且向长安过暮春。一树梨花一溪月，不知今夜属何人？好诗啊！这些都是银莲留下的。他受我影响，也喜好诗词风雅，偶尔在我指点下写作，兴趣而已，尚不足以传世。见兰芝，则异香自来。此诗若是传送出去，也是佳作。睹物思人，心绪难平。唯有，我们还是换个地方说话。明府，这首诗作，银莲生前曾托我修改，一直未能完成。如今已经改好，却已经来不及让他看见了。明府，坐。我在朝时，官拜右屯卫长史。这马鞭是我当年所用，去之后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，也算是纪念我数年戎马。明府，你打算何时将我判死？滕公可曾听过李翰？李翰，
这名字耳生不曾听说。夫人平日出府，中意去哪儿？我平日只知闭门写作，并不知道银莲有何去处啊。在夫人未出阁之前，曾被李翰追求，因误其滋扰，夫人诬了他个强盗之罪，让他蒙冤入刑。可就在数日之前，李翰被人赎出，因为被夫人冤枉，平白受苦，对夫人的恨意可想而知。就在那日，夫人遇害当天，滕公因癫狂症发作，迷失了心智。有人在书房中发现了厉鬼出没，恰好李翰就在府内。传言出现过的厉鬼，大概就是他。所以，此案他才是最大的凶险。这么说，是这个李翰害死了银莲？那个将他赎出之人同样罪大恶极，那个人是谁？找到李翰，便可真相大白。多谢冥府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家主每逢作诗之时呢，都是闭门不出，所以其他人也不敢打扰。我家夫人闲来无事，就会回娘家探望她的阿紫。两家呢也不知赖二娘子上一次与银莲夫人见面是什么时候？我与银莲交恶，素不往来。他的阿紫指的可是赖二娘子。是位老姑娘了，一直未嫁，怪可怜的。夫人与二娘子一直有来往吗？这倒没有。听说姐妹二人从前积怨颇深了，也是近段时间才再有来往的。自那日你搔首弄姿、卖弄风情之后，我便发誓与你再不相见。毕竟是姐妹血亲，哪有真隔夜的仇？有理。冥府慢走。关门吧。你怎么来了？霸宗的头子用的不错吧？还行吧。接下来咱们去哪儿？帮我再去跟你那个朋友打听打听了。一般这城中女子与情人私会，都会去哪儿啊？这个不用问，他已经告诉过我了。他为什么告诉你这个？这你不用管啊。走，我带你去。哎呀！哎呦，贵人来啦！小二，两位，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一不吃酒，二不听曲，向你打听个事儿。啊，我们这儿就是吃酒听戏的地儿，打听事儿，那您可是来错地方了。官府查案，我是狄仁杰。哎呦，狄明府啊，这奸夫有眼无珠。听说你们这儿有一间房，专供人幽会用，可有此事？哎呦，你看我们这是寻花问有所在，不接待什么贫富。只要不违反大唐律令，别的我不管你。是，只是我们这儿确实不做这桩生意啊。您若再问，我也只能如实回答。不瞒您说，我这儿确实有一间房，冥府你也要替我想想啊。在哪里？已经被人承包出去了。谁包的？来人黑纱蒙面的，我确实不知道是谁。带我去看。这恐怕不太合适吧？看来霸宗这头子不太管用啊！哎呀，大人，我没说不带你上去看的，就在楼上啊。那二位随我来吧。来，大人请。哎呀，看来这县官确实不如县管啊。便是这间了。哎呀，冥府莫怪呀，我们做生意的呀，
实在没办法。当真不知来者何人？确实不知。这间房子他从来不让打扫，自打包出去之后，连我都没有进来。那与他幽会的人，那就更不曾知道了。先下去吧。哎。云府，云府，这有字儿。旧山虽在，不关身。这是银莲夫人的字。这怎么还有朵花啊？你如此大费周章地出来告诉我，这一切都跟徐凯有关。徐凯，云府，云府，你这叫破坏证物。挺会玩儿。那全都是我，他这一辈子最爱画我。画中有姐妹4人，银莲出阁前，家中也有姐妹4人。这不是我和银莲的故事，还能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的故事。那这屏风有名字吗4七屏吧。这画上的就是你。你和徐凯之所以偷情，是因为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想听你讲讲李翰的故事。不认识。当年就是在此处，他被府中仆役拿下，还是你告诉我的。我忘了，不行吗？那你看看这画像上的人是谁？徐凯，是徐凯，死了。他是怎么死的？是谁杀了他？
你如何知道他是被人所杀？是谁杀了他？是他，一定是他。是谁？是我，是我害了你，一定是我害了你。不，是银莲。不要脸！水性杨花的东西，你都已经嫁为人妇了，为何还要纠缠我的徐郎？我和徐郎的事情不需要你来评价，而且徐郎从未喜欢过你。你胡说！徐郎是喜欢我的，他只是不愿意说出来。他是阿紫，你还要骗自己到什么时候？你知道什么？不，是银莲这个贱人。如果不是他，你怎么会死？喜欢的是我，是我。你早就知道徐凯与银莲私会，对吗？不，他们没有。徐凯本就是银莲的爱人，那画中画的也都是银莲，你又何必自欺欺人？滚出去！滚出去！你们全部都给我滚出去！不，这不是银莲，这是我，这是我。徐凯只还我，徐凯只还我，这不是银莲，这是我，是我。是时候请你的朋友帮第三个忙了。3个头的3件事都办完了。这第1科啊，用在了采石场；第2科呢，在技馆。这第3科嘛，我要你帮我放个风出去。放风？什么风？银莲没死。哎，有个事你们知道吧？什么？滕夫人被救活了。啊？滕夫人没死啊？对，受那么重的伤都被救活了。什么地方这么厉害啊？听到了，滕夫人没死。哎呦！哎，老李，听说了吗？滕夫人还活着啊！哎呦，太好了，万幸啊万幸！滕夫人还活着。哎呦，滕夫人被刺了那么多刀，依旧被救回来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都不知道，那被扎的没有人形了。